流光其实谈的就是真如女士的作品，会觉得她的光在流动的感觉，她的光其实都有一种速度感。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影像是被凝结的瞬间，可是她却可以在这样子的平面作品里面去拍出动态，我觉得这是她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当初第一次接触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其实非常像一种心灵图像的反射，我觉得应该要利用更亲切的艺术语言来跟观众沟通。所以我直觉的马上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结合科技艺术的部分，然后把它来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应该可以让观众在这样子的一种互动过程中去得到就是艺术本身想要反馈回来的一种能量跟想法。因为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想象空间，刚好真如老师的所有的摄影的艺术作品其实就让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填入我们想象的可能性，把它赋予说可以变成实际身体可以介入的一个展览空间的作品。如果让一般的观众去观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能让他们有 surprise 的地方？因为摄影它就是把时间凝结在一起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媒体艺术的方式把这个凝结的时间释放出来，甚至于说你偶尔上可以看到它从这幅作品流出来的影像跟颜色，它可以流到隔壁幅作品，这个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原本在观看这个作品不太可能出现的一种可能性跟方式。那我们在跟这个作品在对话跟共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作品拆成3个层次。香味、味道这个东西它就是在空间当中的，那在空间当中它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平面，所以我们就用雾幕的方式去呈现它，又不想要只用1道雾幕，我想要用3道雾幕，因为我作品我可以把它拆成3个层次之后，再用3个雾幕来呈现。语境这个有点有趣的是，那时候其实眼耳鼻舌身意其实是舌头，我们可以转化成说话，转化成语言，我们就想要结合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让人发出的声音它可以改变原本的摄影作品。那这个发出的声音我的期待它是可以很细致，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发出一些弹舌音啊，然后你发出比较低沉厚重的声音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你的声音变成一个比较厚重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深镜我们就想说它可以坐下来甚至躺下来去感受影像跟声音之间的紧密的连结性，我们就设计了好多个是声音的拍点跟声音它让我们感受到的，它是开启的感觉还是流线的感觉还是节拍感很快的感觉，我们就把它透过声音立刻反馈到视觉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策展论是统结在眼耳鼻舌身意这6个元素嘛，我们身体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以身体的这个元素来讲，它最重要的是感知时间。身体可以怎么样感知时间？就是身体它不需要移动嘛。在这个展场空间中，其实去参与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在这中间穿梭来穿梭去的，然后他们同时变成了观看者，以及变成了长时间曝光的其中一个元素。我们认为它是无序的，但其实是在一个时间周期中把它记录下来，它是有一个流动性的轨迹的。所以从这2件作品来讲，其实它在探讨这个长时间曝光跟身体它是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展示方式这样子。我跟博庆比较多时间在讨论说，我们用怎样的机构可以达到效果，然后可以让观众可以体验他画作里面的场域的感觉。再来就是执行上，我们2组装置都用了非常多的马达，还有LED光，然后来呈现。所以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主要是针对是结构的方向去做实验，那博信它是针对就是程式还有 LED 的部分、互动的部分去做实验，然后最后再想怎么把这两个部分去做结合。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2件作品来讲，我们就是希望让民众可以意识到说，我们的身体跟时间的关系，然后以及观看跟被看的关系。然后以及就是说，在观众真的有以长时间曝光的一个方式去记录的话，它其实可以还原画作可能80%的一个画面。这件作品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欢迎各个年龄层的朋友们一起自由的加入、自由的参与。那其实就像看过展览一样，透过不同的境界去慢慢的一个把自己的感官跟自己的想象找回来，最后在乐境里面可以做一个柔和。然后做不同的尝试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展间合作的这10几幅的曾老师的作品一样，它其实色彩它很跳跃，那线条的符号性也有一些童趣在，那种类也非常多，所以在这边我们会觉得在跟整个摄影作品的连结的部分，它其实会有一点像一个人把全部的感官或者是想法都聚集之后，在这边可以做一个非常缤纷，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我这一次的作品是跟移动故事屋合作，那作品名称叫做《跑出一朵云》。那这件作品主要是从曾如老师的作品出发，那透过一些互动感测部分，去回应老师作品里面的这些光影的变化跟色彩的一个流动。所以在这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以云朵为一个意象，那透过云朵的这种程式演算的方式，它会去侦测进入这个展间空间的人，那它会去产生随机的一个云朵的一个生成。那透过这个过程去让小朋友跟来参观的民众去感受这个云朵在空间里面的流动。我觉得观众来到现场，其实如果你去回想我们每个镜的意涵，再去看作品，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照。我第一次看他作品的时候，我的确对这个人产生非常大的好奇，因为他到底是如何去创作出这些作品的。我觉得后来我释怀了，我后来发现我不需要执着，因为其实他从他的作品画面里面已经很直觉的去告诉你了。那每个人看都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